女人意外地看到孙子被继父扇了大嘴巴。吉米只有3岁，只因为不小心把雪糕掉在地上，而他小小的年纪根本看不出调皮，满满的都是害怕。妈妈劝说男人也被一个大嘴巴，这事恰巧被老太太看到，可想而知孙子受到多大的委屈。今天带来西部片，让他走，看蒙大拿的老夫妇如何解救他们年幼的孙子。故事的开始，主人翁的儿子詹姆斯是一位帅气的牛仔，他娶了美丽的娇妻，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可就在这天，意外却发生了。吉米的马自己跑回来，乔治赶快上马，跟随着马儿的脚步来到一处小河旁。他们的儿子从马上摔下，摔断了脖子，变成了一具僵硬的尸体。转眼间3年过去，这天老夫妇盛装，儿媳要嫁人了。因为洛娜没有父母，唐尼又是离家出走，也没有交代家属，所以仪式的长者是乔治夫妇，而他们的孙子以后跟着妈妈生活。他们的新房在镇上，如果想孙子了，老两口可以说来就来。日子一天天过去，这天玛丽买完东西，突然看到了我解说开头那一幕。玛丽甚至不敢相信，可爱的孙子竟然那么的害怕继父，接着遭到殴打。洛娜根本不起作用，表面乖巧的小伙，实际有一颗恶魔之心。回家后，玛丽左思右想，在第2天来到洛奈家，而她却得到消息，洛娜一家搬走了，据说搬到了唐尼的老家，还带走了全部家当。回到家后，她似乎发现不对劲，于是开始整理行囊，甚至带上锅碗瓢盆，还有乔治的手枪。她要去唐尼的家乡，要把孙子接回来。乔治曾是一名警长，从业30年，如今已退休。玛丽向他说了这件事，老头虽然不赞成，毕竟孩子妈妈在那里，但是为了老伴，他们开始长途跋涉，离开他们的蒙大拿，一路直奔那个未知地方。路上很美好，妻子准备了甜甜圈，身后雪山峻岭，前方就是本洛克。乔治通过老关系联系到老友的部下，他想找唐尼·韦伯的家族，他们生活在北达科达州。警长没听过唐尼，但韦伯这个家族他很清楚。得知老两口意图后，警长准备帮个忙。两人吃过午餐，乔治还买了瓶酒，为了不被查出酒驾，他要把酒瓶藏起来，可却突然发现玛丽准备了手枪，并且已经装满子弹。Margaret， 他不明白妻子要做什么，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将手枪放入自己的行李包。警长的帮助下，打听到韦伯家的产业，因为乔治的传奇故事，警长还提供了住宿，只要不嫌弃，在看守所的淡季，想睡多久随他们便。天上白云飘飘，老两口继续赶路。这里是韦伯家的马具店，各式各样的马鞍、缰绳和马嚼子。小伙不姓韦伯，他是韦伯家的亲戚。玛丽直入主题，说他也是韦伯家的亲戚。唐尼·韦伯娶了他的前儿媳，也就成了他孙子的后爸，所以也算亲戚，只不过绕得有点远。小伙不认识唐尼，他告诉老夫妇，他们要找的韦伯家可能在格拉德斯通。Any idea who we might ask to find Donnie if we went to Gladstone? 小伙告诉乔治 You let it be known you're looking for a wee boy. I'll find you. 继续赶路，他们来到大河边休息。接孙子这件事，其实乔治不太同意，因为孙子太小了，而他们又太老了，只有和妈妈一起长大，那样的童年才更完美。可是玛丽已经决定，她不抱怨乔治掉头回去，可爱他的乔治怎么可能让他一个人去呢？总有些事需要乔治收拾烂摊子。就在准备继续赶路时，遇到一位印第安小伙，两人叫住他，小伙连忙解释，他没有偷东西，只是看看。小伙叫托狼，一个人在附近居住。玛丽问到这匹骏马，托狼说骏马曾不属于他。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棚子外，起先他以为是野马，但是后来发现他应该来自某个地方。玛丽曾是驯马师，儿子去世后，他很久没有碰过马。Maybe the horse belongs to her. 晚上的聊天中得知，托狼没有家人，在这里生活3年了。他曾在印第安学校读书。玛丽问个不停，托狼突然激动 I don't bother anybody. You know, if somebody comes for the horse, they can have him back. The skins I sell, those animals I catch. The fish are free and I don't steal. I mind my own business. 不知为什么，托狼对问题很敏感。老夫妇说出来意，他们是来找孙子的。托狼这才放松警惕，他说出个人，建议他们先去找比尔·韦伯，但是一定要小心。来到格拉德斯通，男人便是比尔·韦伯。马具店的小伙说的没错，还没等两人开口，比尔已经明白两人的用意，他是唐尼的叔叔，于是约到下午4点，回到这里一起出发。比尔带路有个要求，老夫妇其中一人必须要坐他的车。乔治本想拒绝，但是像是要非去不可。玛丽让乔治放心，比尔开得很快。这家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是特别好，转弯处说拐就拐，也不提前打个转向。在夜色降临之前，来到了唐尼的家中，女主人早已等候，总感觉不太友善。两个奶奶握手后，接着坐下来聊天。她明知两人是来看孙子，却只字不提孩子，而是讲述韦伯家族的故事。总之过往很艰难，最后是布兰切撑起了这个家。再接着，孩子们来吃饭了，他们是唐尼的哥哥，并没有吉米的身影。乔治夫妇有点不开心，他们是来看孙子的。老太太解释道，唐尼带着吉米去接洛娜了，洛娜在百货公司上班。原来是这样，看来他们是误会了。又过了不久，唐尼一家回来了，他们并没有笑容，
貌似受到委屈。玛丽抱起吉米，他实在是太想了，搂在怀里不想松手。就在这时 Was he eating? Got him a burger at Wrestler's while we were waiting. Did he eat it? Half. Do you want a pork chop? Huh? Some potatoes? No, Huh? Should I cut up a little meat for you? no, What was that? What are you supposed to say? no, thank you. Take him up to bed then. 玛丽只抱了2分钟，老太太却让吉米去睡觉。赶了几天的路，就只让他们见2分钟。 You know who makes the rules around here. 场面陷入安静，即使是老警长，但对面是母子4人，还有唐尼的叔叔。其实布兰切根本就不想让他们见面。身为吉米的母亲，洛娜也没有办法。而更可气的是， It was mustard. There was mustard on your hamburger? You don't like mustard, do you? Off you go! Up the stairs! 不难看出，继父在虐待吉米。老夫妇生气地离开。第2天上午，他们来到百货公司，洛娜就知道他们没走。他们约到对面吃午餐，在一些拐弯抹角的话后，洛娜叫停的玛丽希望前婆婆直入正题，他们想带走吉米，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是洛娜怎么可能同意？吉米是她的心头肉。玛丽说出她看到的：唐尼打了吉米，之后又打了洛娜，那只是她恰巧看到，所以肯定不只是那一次。其实洛娜很清楚，儿子不能生活在这里。 He needs his mother. Then come with us. You and Jimmy will take care of you. Live with us, like before. No. He'd kill me. Him and his mother. She couldn't care less if I fell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really, but she'd never let me go. Or Jimmy. Donnie got away from her once. She's never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again. I don't want Jimmy to grow up like them. Don't want him to be like them. 之后经过3人商量，按照洛娜的计划，在半夜熟睡之时，洛娜会带着儿子跑出，不需要老夫妇接应，她会抱着孩子到旅馆，然后连夜开车回蒙大拿。转眼间到了半夜，老2口床上等候，大概在凌晨2点，终于有人敲门了。可惜不是洛娜，而是布兰切和他的3个儿子，还有他的小叔子。洛娜的计划失败，布兰切得知了所有。玛丽想要带走吉米，是因为看到唐尼打了吉米，又打了洛娜，而因为这件事， You hit your wife? I saw him. How'd he do it? With his hand. Yeah, I know with his hand. I'm asking how. Like. Was it like that? Donnie, how'd you do it? How was it? It was harder. Harder? Like. God damn it. 事情还没完，布兰切让唐尼对着玛丽展示下是怎么打的。就在要动手时，老乔治动手了。不过很快败在下风，面对4个大小伙，他实在反抗不动。就在叔叔要动手，想要继续侮辱时，乔治迅速拿枪指向比尔的脑袋上。可站在上风的时间不长，一人迅速夺下手枪，老2口再次处于下风。布兰切拿出袋子，是他事先准备的斧子，他让儿子唐尼砍断乔治开枪的手指。玛丽哭叫，但他们实在弱小，将乔治按在桌子上。Teaching you to teach him, see? Donnie, don't! Donnie! Donnie!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Please, Donnie, please, Donnie, please! Do it, boy. Don't do it, don't do it! Do it, boy. Donnie! 可接着， Oh my God! Oh, he won't be shooting for a while. 只是来接孙子，谁能想到搞成这样？乔治没有选择全麻，他要保持清醒。老2口报了警，但警长不向带来好消息。原来他去了韦伯家。布兰切的说辞是正当防卫，是乔治先拔的枪，而那把枪也正是乔治的警用左轮。乔治干了30年警察，他很清楚法律，知道自己不占理。而更气人的是，布兰切恶人先告状，他说是乔治夫妇要在洛娜手里残忍地夺走孩子，所以对小孩很是担忧。老夫妇在这里时间越长，孩子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就更大。警长告诉他们，如果通过这件事，你们离开了这里，韦伯家也就不再追究了。乔治还没康复，2个人便离开此地。乔治忍着疼痛，而心里早已萌发想法，之后又昏迷过去。玛丽开到托狼的房子，准备在这里借宿一宿。托狼听说了韦伯家的事，但不知道受害者是乔治。What did you hear? Oh, that they chopped somebody's arm off. Who told you that? My uncle in Gladstone. So you have family in town then? An uncle and an aunt. You know, they sell skins for me and other stuff. Why do you live all the way out here then? All alone? It's not where you're from. 原来托狼是从印第安学校逃走的，在他8岁的时候，政府探员来到他家，强行的把他带走。那时候还以为犯了错，以为妈妈不要他了。但是后来看到妈妈哭泣，所有孩子的妈妈都在哭，他们剃了他的头发，又没有给他冲洗，还揍他，为的是杀了他身体里的印第安人。I guess they did.
'Cause when I came home, I couldn't understand my grandmother's words anymore. And on Peter now, I tried to tell her. She couldn't understand me either. 他失去了母语，只能说简单的英文。他现在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所以选择一个人待在这里。You picked a good spot, but it's not good to be alone. I'm not alone. I'm talking to you. 玛丽又有了想法，想和乔治留在这里，在这里开疆扩土，那样也许托狼会很开心。而乔治知道玛丽是因为这里离孙子更近，但是他很清楚，那样和布兰切的矛盾还会增加，可能继续冲突，发生砍断手指类似的事情。乔治不敢想象布兰切为了发泄会对孙子做出什么，毕竟他不是爱吉米，而是因为那强烈的占有欲。训斥完玛丽后，在夜深人静时，乔治一个人离开了。不难猜出他去了哪里。在人们睡得最香时，乔治独闯韦伯家，冷静地就地取材，找到一把霰弹枪，翻出子弹，伤口还未愈合。老警长一头虚汗，接着瞄向一桶汽油，然后关上夜灯。乔治移步到客厅，接着轻轻上楼，找到洛娜那间卧室，用枪顶在唐尼的头上。Settle. Be still. Wake up. On. What? You want to go back to Dalton? You and Jimmy. You have to decide. Gosh, that. Not you. You don't get to say a goddamn word. This is up to her. You know what life will be. Here or there, you know. This isn't something you need to think on. I'll go. 乔治告诉洛娜，他把车停到车道的尽头，钥匙放在里面，让他一直开到本洛克的警局，向警长求助。现在必须走，什么也不要拿。But what about you? Just go. Just go. Quiet as you can. Take the front door. 爸爸，洛娜走下楼，突然，小叔子没有在意，以为洛娜带孩子上厕所，而他们是去灭乔治放的火。就在这时候，比尔也被惊醒，但是比尔不傻，似乎看出异常。唐尼开始动手，可他根本不是对手。在挣扎一次后，被老警长一枪托干晕。洛娜被推到楼下，乔治举枪出来，比尔抱住孩子，他们貌似保护的吉米，这回却又成为了人质。洛娜摔得无法起身，比尔不得不放下孩子。吉米回到了爷爷身边。就在这时，霰弹枪掉下，乔治处于下风。而此时，慌张的布兰切举枪出来，一个瞄准打歪，干掉了小叔子。此时的布兰切处于懵逼，但乔治很镇定。Lorna! 洛娜站起身， Give the boy to me, old man. No one gets hurt. 接着，洛娜抱着孩子奔跑。布兰切看到房子着火，乔治再次起身，夺过布兰切手中枪，对着他赶来的俩儿子。洛娜跑出房子，在不远处和玛丽会合，而玛丽迅速向房子跑去。房间一片安静，玛丽捡起霰弹枪，一步到2楼，搀扶着受伤的乔治。她告诉丈夫，孩子已经安全了。接着一步一步走到楼下，彼得也来帮忙。可在这时，布兰切出现，再次举枪。乔治推开妻子和彼得，挡下了那颗子弹。布兰切不明白为什么变成如今的局面。接着，玛丽端起霰弹枪，结束了他傲慢的生命。而乔治却缓缓地闭上双眼，他不能离开这里了。熊熊大火燃起，最终乔治和韦德全家全部葬身于火海之中。乔治用自己的生命为孙子和儿媳换来新的生活。在准备一条舞那一刻起，乔治应该就想过结果。他总是话不多，但又二话不说去独自解决。玛丽向彼得告别，他十分感激。无论他是被体制后的彼得，还是印第安人的托狼，骨子里不变的是，他一直是一个好孩子。吉米在后排熟睡，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汽车驶向蒙大拿，两位妈妈泪流满面。玛丽如愿带回了孙子，但却失去老伴，那个爱她一辈子的男人。